李长寿暗自皱眉，开口就刺探南海教发展的这般迅速的秘诀。这事儿其实也很简单，首先呢，就是要有一群被财迷心窍、体壮如牛、用肌肉去说服凡人的巫人神使，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，再让远古龙族掺和一脚，并用2成半的功德忽悠龙族全力支持神教发展，弄几条真龙到处不断显灵。自然李长寿是不会说这些的，他决定跟对方扯个皮。若说诀窍，其实便是拿真心换真心，我以真心待教众，教众真心奉香火。怎料拿真心换真心？此人捏着胡须一阵沉吟，随后便是面露感慨，言道：道友说的不错，是贫道多想了。他们只是想用这般神教作为收敛香火功德之便利，却忽略了去庇护信任自己的凡人。言说中，此人站起身来，对着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。随后此人又在怀中取出了一只折扇，正色道：区区小物，不成敬意，多谢指教。言罢便转身踏步走出神庙，仰头大笑2声，驾云缓缓飞起。李长寿的心底泛起了浓浓的狐疑，看着那只折扇上散发着少许灵光，却不知是否该拿起来，这与他所想有些不太对呀。正此时，敖乙用神念对主神像传声道：教主这句真心换真心，当真让人钦佩。这与旁人扯皮之话，自家二教主还信了。又听敖乙笑叹了一句：面对我这师叔还能如此从容应对，我当真不知该如何称赞教主了。李长寿不由一愣，用神念传声问道：这人是截教仙吗？他到底是何人？教主你真不认识？敖乙纳闷地问了一句。自然，我骗你作甚？敖乙笑道：他这道运、身形、面容，还有这脾性，我倒是认不错的。他是我们截教的外门大弟子，教主老爷座下8大弟子之一，也算是我们教内最常露面的一位大能，号公明道人。李长寿眼睛一瞪，这纸道人转身就朝外疾飞，随手将那纸扇射到手中。不可粗言秽语，这个扮成女人来庙里的家伙竟然是赵公明，三霄娘娘的义兄，封神中的关键人物，能一人连败几位阐教12金星的真大能。哎呀，这个灵宝可不能随便收啊，这忽悠必须要去补救一下。李长寿的这句指道人匆忙追出来，少顷已是过了100里，远远地看到了那赵公明的一个背影，立刻在云上传声呼喊：道友，还请留。等一等。前方的赵公明正要转身，李长寿这边忽而又起变故，一道流光突然从远处飞射而来，化作一名身穿破布褴褛、手拄拐杖的驼背道人，拦住了指道人的去路。这驼背道人的浑身气息十分祥和，面带微笑，面容十分普通，却给人一种亲近之感。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高手接连向外冒？李长寿立刻停下身形，目有戒备。远在天边，那赵公明也转身过来。突然现身的驼背道人，视线余光也扫了眼赵公明，似乎浑然不在意，只是对这具指道人笑着道：贫道灵山圣人座下3弟子，在此地等候海神久矣。若贫道推算不错，海神与我西方有……且慢！李长寿一声大喝，将这驼背的道人也是喝得一愣。正此时，那赵公明也已经是驾云朝着这边赶了过来，而李长寿心念急转，他推断会出现的西方教高手真的出现了。此刻，一是有些怕
你与我西方有缘的洪荒真言，二是不愿意陷入西方教与截教的漩涡。李长寿当机立断，这一句指道人大喝一声，立刻截断此间因果。贫道乃道门炼气士，玄门真妙宗，如何与你西方有缘？道友休要胡说。言罢，这指道人的身周各处突然浮现出了一缕缕火光，当着这驼背道人与赵公明的面瞬间炸裂。我已化身剑道玄，与你西方无瓜葛。准备多年的自爆禁制竟然还真的派上用场了。这那破衣褴褛的驼背老道站在云上，身为圣人门下弟子，如今洪荒时代的高手，一时间竟然有些猝不及防，满头雾水。爆了，不仅爆了，还在瞬息之间不给我半句开口的机会，就将浑身上下完全燃尽，这是什么路数啊？我几万年没出来走动了，道门炼气士的路子就已经这么野了。他啥都没说呀，只是一句西方教惯用的开场白。道友，你与我西方有缘，咱们自可结个缘法。这不正常吗？这有问题吗？为何会这般？怎么就直接自爆了化身呢？莫非我们西方在暗中挑拨三教之事已经暴露了？若已暴露了，那必然早已出问题。怎么会？驼背道人还在自我怀疑，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一声冷笑，他这才发觉自身已经是被一股道运缠绕，天上地下十面八方，乾坤被这般道运所封锁。这驼背道人平日里也是颇为睿智，自持修为，此前并未将截教仙赵某某放在眼中，故直接现身阻拦海神的化身，谈一点小事。可变故突生，海神自爆了，灰都飘没了。赵公明似乎因此也怒了，就宛若一场针对他的算计啊！此时驼背道人心底警兆震颤，突然发现自己似乎小看了截教外门弟子。驼背道人转过身，便见赵公明已经是在10数里之外。此时赵公明浑身上下环绕着24只浅蓝色宝珠，手中握紧一把金色木鞭，那本就有些魁梧的身形散发着一股惊人的气息。那24颗宝珠直接定住了驼背道人周遭的乾坤，赵公明要动手的意思已经是十分明显。驼背道人心底更是狐疑，手中多了一只白色莲花，身形却在缓缓后退，暗中寻求破解乾坤封禁之法。驼背道人一声问道：道友何故如此啊？何故如此？那赵公明面色无比阴沉，茂密的胡子不断的轻颤。赵公明冷声道：道友当着贫道的面如此逼我道门众人，可将我赵公明放在眼底？哼，我赵公明的面皮微薄，你不给我赵公明面皮也就罢了，但你如此相逼，便是落我道门面皮。落我道门面皮，便是落我截教，落我老师，落为2位师伯的面皮。说何故如此？可不当人子！驼背道人眉头一皱，这道门怎么都封魔了不成？还讲不讲道理了？赵公明喝道：闲话少说，看打！赵公明又是大喝一声，手中金色木鞭光芒大作，24颗定海神珠直接隐于身周，身形化作一束红光，转眼掠过乾坤，冲破壁障，出现在了驼背道人面前。驼背道人心底大惊，他只知赵公明平日里整天逛荡，是截教外门大弟子，却不知赵公明竟然有这种神通法宝，神通竟如此厉害。当下驼背道人身周宝光闪烁，一朵莲花在他的脚下绽放，层层花瓣将这驼背道人的身形包裹起来，但是下一瞬金光闪烁，金鞭悍然砸落，那莲花几乎被金鞭直接扯破。还好此地乾坤
已经被24颗定海神珠定住，否则不知会有多少生灵被波及。在这山野上空，赵公明挥着金鞭猛捣莲花，口中骂骂咧咧的喊着截教的粗话。不多时，赵公明就将莲花扯碎，一把拽住那驼背道人，劈头盖脸的一阵猛打，怎一个威猛了得！我最近这是怎么了？当赵公明暴打那驼背老道时，小琼峰地下密室中，李长寿扶着快要裂开的额头，发出了几声痛哼。刚才那指道人爆得太迅速了，他自己都没有来得及完全的撤回心神，就如同上辈子小时候过年玩鞭炮，还没来得及扔出去呢，就在手里给炸了。指道人自爆，撕扯的是心神。不过李长寿此前早有针对这种情况的考虑，此时只是有些疼痛而已，元神并未遭受损伤。痛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李长寿坐在圈椅中，用另外一具指道人远远地观察着两位大佬在空中的大战。其实也说不上是大战了，实际上是一边痛打一边被打。李长寿完全开心不起来，这也没什么值得开心的，自己机智地逃过了一劫罢了。心底不断地反思自己这一段时间以来心态出现的微妙变化。1个月的时间之内，他竟然犯了2个大错。此前小师祖回山时，李长寿自觉准备充足，竟然忽略了最基本的师祖性别问题。这个好在没出什么大乱，李长寿后续也做了总结。但是今天赵公明要走的时候，他明明已经推算出自己已经被西方教高手给盯上了，还是直接大摇大摆地追了出去。如果不是有一点点后手在，那说不定他就已经被西方教给渡了。李长寿浑身惊起一身冷汗，闭目长叹，苦笑不已。我这几日竟会如此大意，失了安身立命最重要的稳妥2字。自省，必须自省。这驼背老道突然出现，就如同当头棒喝。李长寿自查，自从大法师成为自身靠山之后，自己的忧虑少了许多，相对而言思虑也就少了很多。待此事了结之后，我就把稳字经继续完善，并且男人也要对自己狠一点，莫背3000遍。迅速调整好心态，李长寿的心神渐渐归于宁静，思索着后续该如何处置才可以自保无恙。他反思自身心态的短短片刻，赵公明已经是将那驼背老道打到吐血了。赵公明并未下杀手，只是抓着木鞭一阵猛抽，那老道护体仙光飘摇不定，护身的灵宝都已经损了2件。等着驼背老道没了招架之力，赵公明将周遭乾坤的24颗定海神珠招来，把驼背老道直接定住。这24颗定海神珠非同小可，乃通天教主赐下的先天灵宝，为开天辟地时破碎的混沌珠部分所化，负4海之力，可自成乾坤。此时24颗定海神珠镇压着驼背老道，让已是无比狼狈的老道完全动弹不得。瞧着驼背老道鼻青脸肿，额头被打得出血，浑身上下满是伤痕，破衣褴褛更是破洞百出，满是血污。李长寿暗中各种皱眉，先是想清楚此事对自己的影响，又立刻思索如何将这锅完美的甩开。这个驼背老道也不是我惹得起的。与此同时，李长寿的心底也有了少许猜测，莫非赵公明真的是个憨批？我此前与赵公明的对话时，真的想多了？不，李长寿依然觉得这位截教大弟子绝非没有城府之人。这一点从赵公明出手之前将因果引到道门3圣面皮上就可见一斑。
当然也可能赵公明确实就是这么想的。若真是如此，这位大佬的集体荣誉感、道门认可感简直是太强了些。封神大劫中，似乎赵公明一直念着三教都是一家的，大家都是师兄弟，没有对被自己击败的阐教12金仙下狠手。但这位赵大爷的下场却十分的凄惨，最后是被阐教一方那个神神秘秘的陆压道人怂恿姜子牙用定投7剑书咒死，上了封神榜。这一瞬，李长手灵光一闪，突然想到了有亲玄雅。世上有这种人，是李长手预料不准对方行为的，那就是凡事都能往好处想之人。而赵公明很可能就是这一类超纲的存在。其实说1000道1万，对这般洪荒一流的高手，李长手自然是怀揣着敬畏之心，并不会去图谋算计什么。且自己是人教弟子，也不必非要与赵公明结下善缘。稍后自己稍微补救一番，给对方一本海神教的教义作为参照，以顺应天道、庇护凡人为理由，重新解释海神教为何能够发展的这么快，便可断了这份因果。